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今天我想陪你一起读一部充满哲思的小说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。在爱与自由、命运与选择之间，昆德拉用温柔而残酷的文字询问我们：生命的重量究竟如何衡量？让我们一起慢慢读。前段时间我们一起探讨了《活着》这本书。余华老师说，活着就是活着本身。那难道我们活着就没有意义了吗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我是这么想。生命就是生命本身，怎么出生，什么时候告别，其实我们是无法控制的。但人无论在什么处境中，依然有选择。那个选择叫什么呢？就是2个字：活法。所以我今天要来讲这本书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，就是在讲活法。我们该选择承重，还是选择抛下一切，去轻松地度过一生？那生命的好处就在于它本身没有意义，才能容得下我们各自赋予它意义。所以这是一本充满了选择和思考的小说。那这本书其实名气特别大，它曾经还有一个译名叫做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，它的作者是捷克作家米兰·昆德拉。这是昆德拉的代表作，也被《纽约时报》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。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个外科医生，他英俊潇洒，但放荡不羁。因为婚姻失败，他就决定不再信任女人，不再付出感情，也不允许哪个女人进入自己的生活，所以他就流连于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，决定过上灵和肉分离的生活。而且托马斯还发展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外遇观点，那就是跟一个女人做爱和跟一个女人睡觉，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、几乎对立的感情。正因为这样，他觉得只有这种不必承重、不必负责的生活，才是他真正想要的，能够带来自由和快乐。可是有一天，他竟然遇上了一个女孩子，餐厅的女招待，她叫特蕾莎。托马斯对这个女孩子的爱违反了自己制定的规则，甚至想要娶她为妻，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。妮娜讲述这个故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作者米兰·昆德拉，因为他的人生比很多小说还精彩。昆德拉1929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，父亲是一名钢琴家，书香门第。18岁的时候，他就加入捷克共产党。之后他画过画，搞过音乐，写过诗和剧本，还当过电影教师。30岁的时候，昆德拉写出了人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，从此之后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。在1968年，苏联入侵捷克，昆德拉的成名小说《玩笑》忽然被列为禁书。接下来，他所有的作品一夜之间从书店和公共图书馆全部消失，他也再也没有工作了。那昆德拉的人生就是那个时代东欧知识分子的常态。他早早成名，但是在动乱中难逃政治的侵袭。1970年就被开除党籍，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，还被秘密警察监视。他的电话被窃听，出门被跟踪，信件会被拆开，甚至他们夫妇想要聊个天，要走出家门才能确保自己是安全的。在1975年，昆德拉夫妇选择流亡，他们前往法国，开启了自由生活。在昆德拉被迫离开布拉格的时候，移民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，他就慢慢地转动着，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问那个移民官说：“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？”就在这本小说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，主人公托马斯也有类似的经历。书里有一句话说，一个人生活在异国，就像在空中行走，脚下没有任何保护；而在自己的国家，不管什么人都有祖国这张保护网，一切都颇具人情味。因为在祖国，有自己的家人、同事、朋友，可以用童年时就熟悉的语言，毫不费力地让人理解。可是这一切对昆德拉来讲，都显得沉甸甸的，是他要面临的冷酷现实。到了2019年11月28号，昆德拉重新被授予捷克国籍。这个时候，距离他当年被放逐的时候，已经整整过了40年。这个现场没有见证人。当时担任捷克驻法国大使说，过程非常简单。昆德拉接过证件，对我说谢谢。接着我们一起用了午餐。在这期间，有长达37年的时间里，昆德拉一直处于隐身状态。他拒绝在媒体上露面，消失在公众视野里，只有一步一步的写作，打动全世界。所以昆德拉非常高产，他写了16部作品。昆德拉的很多书名和他在书中所引用过的话语，都会成为流行语。比如说媚俗、笑忘路、生活在别处、
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，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等等。你也觉得这都听过。不过要坦白地说，虽然他的作品经常被大家议论得热热闹闹的，但昆德拉的小说并没有那么通俗易懂，他还是非常知识分子。我们来进入托马斯的故事。只能活一次，就和没活过一样。这是一句德国谚语，也是托马斯的人生信条。在很长一段岁月里，他都不确定自己究竟想怎么活，追求什么才是正确的活法。作为一名外科医生，托马斯有很多的仰慕者。他年轻有为，帅气多金，但是婚姻却很失败。他和妻子生活不到2年就离了婚。离婚的时候，托马斯心情愉快，就像别人庆祝自己结婚的时候那样。这种奇怪的心态让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。他不愿意被责任捆绑，也不愿意困在家庭里。他和第一任妻子生了一个儿子。那在离婚宣判的时候，法官就把孩子判给了母亲，要托马斯把1/3的薪水付给母子俩，保证每个月他可以看儿子2次。但是每次托马斯该去探视孩子的时候，他的前任妻子总是爽约。如果托马斯给他们送上奢华的礼物，那他想要见儿子就会变得容易一些。这让托马斯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要付钱给母亲才能得到儿子的爱，而且这笔钱还要预付。那有一个星期天，他的前妻又在最后1分钟告诉他不允许他跟儿子一起出门，于是托马斯就决定从此以后都不要再跟儿子见面了。他就在心里想说，我为什么非要牵挂这个小孩子，而不牵挂别的孩子呢？我和他没有任何维系，除了那一个不慎重的夜晚。抚养费我可以严格照章支付，可是用不着别人再拿什么做父亲的权利、责任来约束我。所以没过多久时间，托马斯就让自己从妻子、儿子和自己的原生家庭那里完全脱了身。他干脆利落地切断了一切的联系，放弃了家庭亲情和爱情。这一切并没有让他感到伤心，他反而觉得松了口气，因为他终于推开了压在他身上所有沉重的责任，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他觉得自己轻盈无比，而且为了不被任何女人所束缚，托马斯决定以后我要单身，过一种灵肉分离的生活。所以他在和很多女性交往的时候，就坚持一个原则，只保持性友谊，绝不发生爱情。这是小说中很重要的部分。它带来一个思考，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感情和肉体可以分开吗？为什么人们一边相爱一边出轨？那这些问题都会在托马斯的故事中一一的展现。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托马斯想要保持绝对的自由之身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爱上了一个名叫特蕾莎的女招待。他是在波西米亚的一个小镇上认识了特蕾莎，两个人在一起差不多只待了个把钟头，就一见钟情。特蕾莎陪着托马斯去了火车站，陪他一起等车，直到目送着托马斯上了火车。过了10多天后，特蕾莎来到了布拉格，她来寻找托马斯。当天晚上，特蕾莎发烧了，因为得了流感，所以只好在托马斯家里整整的待了1个星期来养病。流感一好，特蕾莎就回到了她居住的城镇。那个小镇距离布拉格200公里，就是这一段短短的相处，却让托马斯产生了无法抑制的情愫。他对这个几乎不熟悉的姑娘感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爱。对托马斯而言，这个姑娘像是个被人放在涂了树枝的篮子里的孩子，顺着河水飘来，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了她，就好像圣经中篮子里的弃婴一样，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无法抗拒。托马斯觉得这是命中注定，他就回想起特蕾莎在自己家里养病的样子。托马斯跪在这个女孩的身边，看着女孩子烧到直喘气，越喘越急促。他听到了女孩子微微的呻吟，他就把脸贴在女孩子的脸上，在她的睡梦中轻声地安慰她。突然，托马斯清楚地意识到，要是特蕾莎死了，那他也会觉得活不下去。他想要躺在她身边，和她一起死。这种情感太强烈了，根本无法抑制。这让托马斯反思，难道这是爱情吗？如果那不是爱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？可是这种情感明显是太过分了，他不过是平生第2次见到特蕾莎而已。所以托马斯就开始纠结了，他就在想说，我要不顾一切的和特蕾莎在一起好呢，还是我要坚持一个人单身，过好自己的日子呢？遇到纠结的事情，想不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该怎么选择呢？米兰昆德拉在书里说，这是非常正常的，因为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。人只能活一次，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，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。
这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。说到底，人的生命没有那么长，也只有一次。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此刻哪种选择是好的，因为它不存在任何比较。所以托马斯自己也没有明确的答案，但他很快遵从自己的内心去找特蕾莎和他同居了。和特蕾莎在一起的生活是全然不同的体验。在此之前，为了确保可靠的性友谊不会发展成为婚姻，托马斯从来不和那些情人们一起过夜。没有爱情，无需共眠，这样彼此就不能干涉对方的生活。其实翻译过来就是，他不想跟对方太熟，这样可以逃避责任。那这就给了托马斯自由的空间，又满足了他肉体放纵的欲望。你可以不理解他，你甚至说这个人很渣，可是托马斯这样的存在，就会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，所谓的爱情究竟代表着什么。回到托马斯的故事里，这个晚上他在特蕾莎身边睡着了。早晨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特蕾莎还睡着，而且攥着他的手。他们是不是整夜都这么牵着手？这让托马斯感到难以置信。就是这样，特蕾莎的出现，把托马斯的世界从生命之轻，逐步的向生命之重，一步一步的颠覆掉了。我们来说说特蕾莎，她来自一个小镇，做着酒馆的女招待。她不得不伺候酒鬼们喝酒，星期天又得给弟弟妹妹洗脏衣服。她的原生家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。特蕾莎的母亲常常不穿内衣在家里走来走去。特蕾莎有一个继父，会在她洗澡的时候闯进浴室，可是母亲不但不以为意，反而嘲笑说：“特蕾莎，你的羞耻心和薄脸皮太可笑了。”母亲和其他女人聊天的时候会说，特蕾莎连人要撒尿放屁都不愿意承认。看着特蕾莎羞辱得满脸通红，母亲还不依不饶，说：“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”说着就来了一个响亮的回答。母亲一连放了好几个响屁，女人们笑作一团。特蕾莎生长的环境是非常粗俗的，她讨厌这种庸俗的氛围，渴望过上有尊严的文化生活。所以特蕾莎抛下一切来到布拉格，寻找那个和她只有一面之缘的托马斯。在人生的一切方面，她和托马斯都是不对等的，但对于特蕾莎来说，托马斯就像是唯一有光的那扇门。这就是很多年轻女孩子的选择。她会被一个有才华的人吸引，会被成熟的头脑吸引，会被另外一种没有过上的生活吸引。那这样一个女孩子身上渐渐地积聚着一股巨大的生命潜能。对于那些上了大学，对着书本就打哈欠的人来说，特蕾莎的生活是他们难以想象的。但特蕾莎的优点非常明显，她努力地读书，她甚至比很多上大学的人读书更多，对生活的了解也比同龄人要透彻。但她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。自学生和学生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广度，而在于生命力和自信心的差异。所以特蕾莎一到布拉格，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生活当中。这份激情既高涨又脆弱，她特别努力，像海绵一样吸取着新鲜的汁液，但好像总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对她说，这里不属于你，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。所以她又显得特别不自信。特蕾莎在一家杂志社的照片冲洗室找到一份差事，但她并不因此满足，她就开始学习，想要自己去拍摄照片。托马斯有一个女友叫萨比娜，他借给特蕾莎几本著名摄影师的作品集，还给这个姑娘解释说这些照片到底有趣在什么地方。特蕾莎就静静地听着，那副专注的神情是做老师的在学生脸上相当难以看得到的。他是一个那么专注于学习和改变的人。那渐渐的，特蕾莎就成长为一个摄影师，最后还做了摄影记者，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。所以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姑娘。但是特蕾莎的感情却并没有那么顺利。她和托马斯同居之后，托马斯依然喜欢与众多情人保持关系。在托马斯看来，这些女人和特蕾莎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可是托马斯的这种做法让特蕾莎感受到很痛苦。特蕾莎虽然出身不高，她就一直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。在她看来，灵与肉的结合才是至高无上的爱情，所以爱情里面应该有忠贞的成分。但是在托马斯的观念里，爱和做爱不仅仅是两回事，甚至是两种对立的感情。他认为灵和肉完全可以分离，你何必那么在意？但特蕾莎无法接受这种观念，她深爱着托马斯，又没有办法改变托马斯的性观念。特蕾莎感到非常痛苦。为了减轻特蕾莎的痛苦，托马斯其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也能看出他是真心的爱着这个姑娘。托马斯决定和特蕾莎结婚，
并且送给了他一条小狗，名叫卡列宁，那好像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。那一切都会变好吗？当然没有。婚后的托马斯依然无法保持忠诚，他一次一次的出轨，这让特蕾莎的痛苦变得越来越沉重。而托马斯自己也陷入了一种心理怪圈，他也会被特蕾莎影响。每次刚要出门去见情妇，马上又因为内疚失去了欲望。可是如果一天不去见情人，托马斯的心里又会痒痒的。他立即打电话去约会。在托马斯的众多情人里，有一个名叫萨比娜的女人，她也认识特蕾莎。萨比娜非常理解托马斯，她是一个画家。有一次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，托马斯忍不住看了一下表，这个动作就被萨比娜发现了，她不开心。等到托马斯要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只袜子不见了。萨比娜就问他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一只袜子。他们就一起在房间里寻找起来，四肢着地趴在桌子底下找，这里没有袜子。萨比娜说：“你来的时候肯定没穿。”什么？我来的时候没穿？托马斯看着自己的手表叫了起来：“我肯定不会穿着一只袜子上这儿来的，不能排除这种可能。近些日子你整个心不在焉，你总是急匆匆的，老看表，忘记穿袜子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”托马斯有点恼火，他决定赤脚穿上鞋。萨比娜就说：“外面很冷，我借给你一只袜子吧。”然后萨比娜给了他一只新潮的白色长筒网眼袜。托马斯心里非常清楚，这是报复，是萨比娜把那只袜子藏了起来，惩罚他一直看表。可是外面的天气的确很冷，托马斯就只能听从萨比娜的话，穿上了那只女人的白色长袜。他就这么回了家，一只脚上是自己的袜子，另一只脚上套着是一只古怪的诡异的女士长袜，袜子卷到了脚踝的地方，他已经是毫无出路了。在情妇们眼里，托马斯带着对特蕾莎的爱，这是一种罪恶的烙印；而在特蕾莎的眼中，他又和情人约会，那么放浪，这也是罪恶的。灵与肉能够统一吗？托马斯此刻也面临了矛盾，所以就在这个情节中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几个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态度。特蕾莎是完美主义的，她认为灵肉应该统一，爱是一对一的，必须忠贞，两个人只有完全属于彼此，这才是真正的爱情，感情才会深入。可是托马斯他想要选择的是轻，但有一些时候他又做不到，所以就在轻和重之间摇摆挣扎，这是大多数人的常态。而那个托马斯的情人萨比娜，则是生命之苦受困程度最轻的人。萨比娜我行我素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从不被任何的俗规矩牵绊，她甚至不在乎别人的评价。萨比娜认为美就是被背叛的世界，凡是大众都认同的东西，那就是媚俗，所以她根本不介意别人说什么，也不介意做出让别人瞠目结舌的事情。萨比娜常常对托马斯说：“我很喜欢你，因为你是跟媚俗的对立面，在媚俗之王国，你会是个恶魔。在任何一部美国片或者俄国片里，你都只能是那种让人厌恶的角色。”萨比娜的这句话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好话，她在讲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媚俗。这个词我们常常听到，可它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在具体的生活中，什么行为是俗，什么行为是不俗？又有什么行为是媚俗呢？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里是这样来解释媚俗的。他说媚俗让人接连产生2滴感动的眼泪。第一滴眼泪说：“瞧这些在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，真美。”那第2滴眼泪呢？他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，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，真美。在昆德拉看来，只有第2滴眼泪才是媚俗的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会很吃惊，说为什么第2滴眼泪怎么就比第1滴眼泪媚俗了呢？在昆德拉看来，第2滴眼泪很虚伪，他反对的是自我感动。如果你看着孩子们奔跑，你感动，为此掉眼泪，这非常正常。可是有没有人看着孩子奔跑并不感动？而那些孩子们跑着跑着，也许就会打架，但是别人都纷纷的在说好感动，那此刻你不落泪，就会被人说成冷漠，没有人情味，没有一颗柔软的心，所以你也就掉眼泪了，积极的加入到了眼泪的大军当中。那这是真实的吗？当然不是，这不是真实的世界，也不是真实的想法。人们如果沉浸在这样的媚俗中，就会变得虚伪，随波逐流，缺乏自我的独立思想，甚至于更进一步，它还会发展为限制他人，
要求他人，说此时此刻你必须有一个普遍认同的世界观，你必须和我一样，否则你就是一个异类。媚俗就是不顾一切代价的想要讨好，而且是要讨最大多数人好的那种态度。为了讨好，就必须确定什么是大家都想听的，什么是大家都想看的，什么才能吸引更多的关注，刷存在，这叫为迎合庸众服务。所以昆德拉就说，为了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关注，那么大众美学就不可避免地庸俗下去，成为一种媚俗的美学。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现代人疯狂的努力，竭力地跟上潮流，就竭力地跟别人融为一体，想要跟别人一样，不要被孤立。比如说，只要听到别人分手了，就说那个人是渣男海王。就渣男海王这个词，好像就代表了所有的感情类型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有没有发现，虽然我们听了这些会觉得那么媚俗是个贬义词，但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离得开媚俗。即便是那些坚定的反对媚俗的人，有的时候也需要用一些媚俗的手段，来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媚俗也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。昆德拉说，人类的博爱往往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。那么我们来看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。这部小说的背景其实是真实的历史事件。1968年，捷克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一场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，当时受到了捷克人民的热烈拥护。但是苏联却认为这个举动会脱离苏联控制，所以非常危险，那就决定对捷克进行武装干涉。在8月20号的晚上，苏联军就向捷克发起了全面进攻。仅仅用了6个小时，苏军就全面控制了整个捷克的领土。这场历史的变故对于整个欧洲的历史来说，可能只是很小的一件事，它实在很轻很轻，轻到很多国家都没什么反应。但是对于经历过这件事的个人来说，它又很重很重，因为很多人因此而改变了命运。那昆德拉正是经历过这一切，然后透过这种对比，创作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。当个人命运在国家巨变中沉浮，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合的生活方式？回到小说里，苏联入侵了捷克之后，我们几个主人公的生活也因为祖国的命运而发生了变化。萨比娜毫不犹豫地离开捷克，她去了瑞士。她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放下的，所谓的背叛只是投身于未知。再也没有什么比投身于未知更让人激动的事情了。而托马斯虽然有瑞士的医院邀请他去那里工作，可是他觉得自己娶了特蕾莎，妻子也许不适应国外的生活，那就没有去。他留在布拉格，既为战争焦虑，又为自己的选择犹豫不决，不知道是选对了还是选错了，所以很痛苦。那这个时候，特蕾莎则发挥了自己作为一名摄影师的特长，她成了一位摄影记者，她记录战争，而且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，她非常兴奋。不过到最后，捷克没有抵挡住侵略，签订了妥协协议，战败了。特蕾莎就提议去瑞士，一是因为国内的环境已经越来越严苛了，第二，特蕾莎也想换个生活环境，因为托马斯在捷克的情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这让他很折磨，所以他们夫妻就来到了瑞士。让特蕾莎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到瑞士，托马斯很快的就和旧情人萨比娜联系上，他们又开始了约会。昆德拉在书里说，特蕾莎和萨比娜代表着托马斯生活中的两极，相隔遥远，不可调和，但两极同样美妙。然而由于托马斯总是带着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，如同割舍不了身上的阑尾，特蕾莎也就永远得做那些不变的噩梦。在这种压力之下，特蕾莎觉得越来越恐惧，她无法承受，于是就留下了一封告别信。她一个人回到了布拉格，她要跟托马斯分手。在特蕾莎离去之后，托马斯陷入了一种惊恐的状态，但很快他就镇静了下来，因为没有人逼他非做出决定不可。星期六的夜晚开始了，托马斯第一次独自在苏黎世散步，深深地呼吸着自由的芬芳，在每个角落都潜藏着诱惑，未来成了一个谜，他又回到了单身汉的生活。托马斯曾经坚信自己命中注定是要过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生活中才是真正的自己。可是回忆一下，他竟然跟特蕾莎在一起生活了7年了，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，对这7年的回忆远比他们在一起真实的生活更加美好。这就是相见不如怀念。你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无情，很快一切就发生了改变。
星期六和星期天，托马斯感觉到温馨的生命之轻从未来的深处向他飘来，他开心极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久违的生命之轻突然之间消散了，仅仅持续了这一个周末。到了星期一，托马斯感到从未曾有过的沉重。他回想起特蕾莎和自己的相遇，托马斯发现，这只不过是源于6次巧合。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错，他和特蕾莎就不会相遇。特蕾莎会爱上别的人，生活在别的地方。所以托马斯意识到，他们的爱情不是命中注定的。是的，如果特蕾莎不爱上你，那也很正常，她会爱上其他人，拥有跟其他人在一起的生活，也未必不好。可是托马斯难以忍受，他感到了一种轻飘飘的失落感。他意识到失去特蕾莎的凄凉，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回到布拉格的家去找特蕾莎。那他们会怎样呢？我们稍等一下讲，先来说说萨比娜。这位托马斯的旧情人，他对生活的选择是非常轻的。对萨比娜来说，变化、未知和新鲜感才是人生第一位的东西。他不追求稳定，他不渴望名利，他也不要稳定的关系。他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段一段新鲜的体验。所以他不会对任何人忠诚，他可以轻易地背叛别人。萨比娜来到瑞士后，认识了一位新情人，这个人叫弗兰茨。弗兰茨是一位大学教授，这个人看重忠诚、责任、道德，还有伟大的梦想。他觉得人生就应该轰轰烈烈，并且要有直面死亡的勇气。而萨比娜正好是弗兰茨的对立面，是弗兰茨没有拥有过的那些自由、勇气和无拘无束的生活。所以弗兰茨就一下子被萨比娜迷住了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生活的女人，可是他也觉得很痛苦。跟萨比娜的交往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上的愧疚，因为对自己的妻子不忠，违背了自己的道德标准。所以弗兰茨在痛苦地挣扎了之后，就跟妻子坦白了一切，然后提出离婚，准备跟萨比娜结婚。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行为，可是萨比娜被吓坏了。对他来说，这简直相当于要把自己的私生活打开来，强行地对这个名叫弗兰茨的男人敞开。那这是他无法承受的负担，因为太重了。一想到这样，他就直不起腰来。所以当弗兰茨背叛了妻子来找萨比娜的时候，发现萨比娜不见了。他背叛了弗兰茨，独自移居前往巴黎。萨比娜就是这样一路逃离，一路背叛。他抛下了亲人，抛下了配偶，抛下了爱情和祖国。现在这些一样都不剩下了，那他还能够剩下什么呢？萨比娜人生的最后一站是在美国，临死前他留下遗嘱，要把骨灰抛洒。既然什么都不剩下了，那就轻到一点都没有了吧。那弗兰茨呢？萨比娜走了之后，他仍然崇拜着这个女人，继续做着伟大的人生梦。那有一天，他的一个朋友从巴黎打电话来邀请弗兰茨去参加一次伟大的进军。弗兰茨感到非常振奋，他毫不犹豫就加入了。他要为那种崇高的激情的东西献身。但是他们的进军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。在返回的途中，弗兰茨在曼谷遭到了几个暴徒的袭击，在搏斗中弗兰茨不幸丧生，他几乎死得无声无息，这完全不符合他的预期。弗兰茨本来是抱着重于泰山的梦想去的，最后却死得轻飘飘的。那么托马斯和特蕾莎的生活怎么样了呢？在返回布拉格的火车上，托马斯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，说我这样被感情所左右，做出这种选择，到底是对的呢，还是错的呢？他不知道，他也无法证明，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既不能预演，也不能彩排，他怎么能够预先知道呢？回到布拉格之后，由于政治原因，托马斯和特蕾莎双双丢掉了工作。为了生活，托马斯去做了一名玻璃擦洗工，特蕾莎去酒吧当一名女招待。托马斯开始后悔了，他后悔自己的选择，他在心里埋怨特蕾莎，感到生命的沉重和现实的压力让他不能承受。那特蕾莎在酒吧里工作，每天都会被众多的男人包围着，那些男人们引诱她，向她抛媚眼，可是特蕾莎对他们没有半点好感。但托马斯就不同了，他的天性就是在一段又一段的关系中流连，即便去当了玻璃擦洗工，可是很多人知道他原先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就很同情他的遭遇，把托马斯当作受到迫害的英雄。所以这些人点名要托马斯去擦玻璃，而且当托马斯出现的时候，人们会事先在他的工作单上签个字，然后请他喝一杯酒，跟他聊天。就这样，托马斯反而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女人。
他的性生活变得更加放浪。特蕾莎当然知道这一切，她每天回家都要忍受托马斯身上其他女人的气味，这气味刺激的特蕾莎非常痛苦。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她也可以选择背叛托马斯。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，特蕾莎和一名工程师发生了关系，但这次偷情的行为却给特蕾莎带来了更深的痛苦。她一点也没有解脱，反而充满了心理负担，因为她不爱别人。那托马斯会怎么想呢？我们会发现，托马斯其实非常矛盾。当他看到特蕾莎和其他的男同事跳舞时，脸色就会阴沉，心里十分嫉妒。当他知道了特蕾莎和工程师发生关系以后，托马斯很不安，他连见女人的兴趣都没有了，他感到胃疼和绝望。你看，人性的自私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充分暴露了出来。如果真的像托马斯所说的那样，灵与肉是能够分开的，爱和做爱是两回事，那为什么托马斯在特蕾莎不忠的时候会如此难受呢？这让特蕾莎终于明白，她和托马斯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。托马斯自己选择了自由，而是把责任和负担压在了特蕾莎的身上。一旦特蕾莎对他的忠贞不复存在，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就变得没有了根基，这让两个人开始重新反思，他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。终于有一天，两人达成了共识，决定移居去乡下，这是他们逃避现实的唯一途径。在那里，托马斯做了卡车司机，特蕾莎当了牧牛女，他们从此远离了过去的一切，期望过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。但这种幸福的牧歌刚刚奏响没有多久，在一次回家的途中，托马斯的卡车因为刹车失灵坠入深谷，两个人在车祸中不幸意外身亡。这就是故事的结尾。你读到这里会发现，这本小说中一共有4个主要人物，他们分别代表了生命困境中的4种程度。无论是轻是重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生命的困境。那么在选择的时候，人们应该选择挑着担子往前走，还是自由地轻盈地飞起来？那灵与肉是分裂的呢，还是统一的呢？人生的道路是偶然性的集合，还是必然性的驱使？是线性的向前，还是无限的轮回？米兰昆德拉就在这本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中抛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，但有没有答案呢？如果我们把生命之重看作受到世俗传统的责任来约束，那么生命之轻就意味着背叛传统，逃避责任，完全的自由。那在任何时候，人们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。比如书中的人，萨比娜选择了逃避，弗兰茨选择了承担，托马斯选择了纠结，他一直在轻和重之间游走，而特蕾莎选择了忍耐，可是她是那么痛苦，好像你无论怎么选，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困境。那这本书到底想说什么呢？书中有一段话说，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，让我们屈服于它，把我们摁在地上。负担越重，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，它就越真切实在。相反，当负担完全缺失，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，就会飘起来，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。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，他的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。很多事轻如鸿毛，却让人难以承受。那么听到这里，我们再来想一想，重就真的残酷吗？那轻就真的美丽吗？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合的生活方式？这本书的阅读并不轻松，它也没有给出标准答案，但它会带给我们一种启发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想一想，试着回答这个问题。今天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